在长安，贪婪不是错误，无能才是。真讲规矩之人，迟早会被人吞的，连骨头都不剩。谋调了100人出去，把市面上的蜡烛全都卖了。现如今，长安城蜡烛的市价较5日前涨了4番，连那些动不了的大宗商户，我都一一打了招呼。若胆敢低于市价出售，后果自负。烛价日日新高，1根白蜡的市价已经突破200文了，翻了4倍有余。就连那通宵烛火的平康坊，近几日都换了优等，再不买入，恐怕价格还会递增。要不逃吧，长安没有你的活路了。着什么急？越乱，机会就越多。机会？余给使是来告状，还是来推脱的？皆非。某在采买蜡烛的事上想了很久，某在想，是否能采买蜡烛的同时，不劳内堂一文。哦，某斗胆想求右相一件事。说。某想向右相借笔钱。怎么个借法？哼，数目可不小啊！20日双倍的利息。以何作保？某以性命担保，只要契约书上有右相的印在，蜡烛的交付日就是借款的偿还期。有意思，越发的有意思。你就是余给使？正是在下。年纪轻轻摊这么个差事，是这样的机会不多，偶尔来次。那说你升官发财。丑话说在前头，如今的蜡烛啊，它1天1个价，就按实价交易。实价，实价，你逗我呢？三郎，某是替右相采买蜡烛，怎敢有失？你在长安人脉颇广，可随意打听，是否属实？余给使，你要几分利润啊？分毫不取，全都让给三郎。某活到今日，头一回遇到这种怪事儿，我突然感觉到有点不安呐。余给使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某只是替右相分忧。好，右相眼高于顶，三郎多费心，此事关乎某的性命。
换失心疯了。这样的价钱，他怎么向右相交代啊？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就这样的价格，他还答应得很爽快，怕不是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吧？这个狗傻子！大姐，那什么呀？有钱咱不赚呐。如果他再来，再翻3倍的价钱卖给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熬到什么时候。蜡烛已经到了。退回去。退回去。退回去。退货了？为何？此事真的是急煞我了。这蜡烛一进宫，我便拿了样品去给右相看，可我未走近前，右相就远远说了一句：“不堪用啊！”三郎，此前我就说过，此事关乎我的性命，还请三郎再找一批质量好的蜡烛救命啊！三郎，这长安的好蜡烛不是没有，只是近几日啊，长安的蜡烛又涨了2倍，钱不是问题。是价，是价。蜡烛送过来了，你这么一折腾，一进一出的，又比上次多花了3、4倍，这你可怎么交差啊？再退回去。你疯了？又退回去？我勘验过了，是最上乘的蜡烛，再退回去，你可怎么交差啊？明天一早你去找三郎，某便不去了。他见了你，一定会问缘由，你就跟他说，右相接过蜡烛，只说了3个字：不堪用。这次为何又不堪用啊？还请三郎赶紧办差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哎呀，找到王大监了吗？三位兄弟想尽办法也没见到人影。我听宫里人说，已经好几日都没见到王大监的身影了。三郎，如今怎么办呢？去找，去找，去找！好，把王大监给我找出来！有好了。来一下了。那日你出发后不久，刺史府的人就来荔枝园问你的下落。后来有动人看到杨校尉在追阿丽，阿丽跑向了西京道的方向。阿丽是替我引开追兵的。你说，我就用个小小的荔枝，刺史府对我痛下杀手。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他的尸体，后来在山中发现了他的鞋子和一些古尸，应该是跑死在了路上，死后又被山中的野兽分食了。我视为奴仆，几10数功勋。阿丽啊，我一定争取把荔枝运到长安，让你九泉之下可以瞑目。
给于都使的礼都送过去了吗？哎，已经遣人送过去了。特意挑了一盒上等的南珠，可可还原。昨夜啊，我是梦魇缠身，今天早晨眼皮子又乱跳。此事放心，我特意叮嘱下人先送礼单，再将礼物送到左近，让他们自己拿回去。这送礼的至高境界就是送的隐秘低调，收的无后顾之忧啊！好，哎呀，我这鸡宝滚，真漂亮！回何自是？说，于都使他巨类礼单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你个没用的东西，没用的玩意儿，怎么回事？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去！哎，这真是老赵，脸疼吗？还有，你还要点脸不？哎，这些年你每次信心满满的时候，我都惊恐万丈；每次你跟我说放心的时候，我这心都在嗓子眼上。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？连个礼你都送不出去啊！不是，这他们有点没意思。这个搞什么欲擒故纵？你是还在想让咱们去三顾茅庐是怎么着？这没这么简单。你还记得吗？这个于都使见我第一面说什么？说我是海里的蛟龙啊，浪里蛟是我在道上的魂冕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此事雷同，纯属巧合。还有，他跟我说什么？要跟我叙叙旧，说的阴柔毒辣呀，那语气，我现在想起来，他是不是另有所指啊？此事多虑了，宦官都阴柔。他就怕宦官，他们一旦断了那个念想，就剩下贪了。而他明明是个少牛鳖，他为什么不贪呢？到了我这岭南给他送礼，他不要，我这心里不踏实啊。某倒是想起一人来，能帮咱解了这困局。七郎，我们这是要跑路吗？跑什么路？我是那跑路的人吗？咱找到阿柴的住处了，赶紧去动身去找阿柴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七郎怕了那长安来的于都使。我有怕的人吗？我如果怕，我在岭南就死好几回了。现在就算刺史府的人来敲门，我都不怕。去看看。谁呀？是我。赵长叔。哎呀，平安。平安。某就喜欢长安这种打招呼的方式。现在改了啊，叫你大啊，你大爷！大热天的关什么门啊？哎呀，受了点风寒，身子娇弱。哎呦，那得好好养着啊。那还打包裹，准备出远门啊？想去爬爬山。山上风这么烈，那也得爬呀，给自己祈福，希望自己早点康复。赵长叔这么晚了，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吧？没有急事儿，咱们改日再聊。某都没事儿，何似水有情？啊。请，哎呀，魏仁兄，哎呦，哥哥，你看看你精神饱满，春风得意呀，都富态了。坐。哎呀，我这每天借酒消愁，我这添的不是肉，是对右相沉甸甸的思念呢。
你老说思念右相，思念右相，那右相现在同僚来了岭南，你没去拜会一下，打探一下右相的近况吗？对呀。新民兄说的是内廷的余常侍。新民兄这话可不好听。我是外臣，他只是一个宦官，我们俩怎么能是同僚呢？赵长说，我说你是不是吃甘蔗吃多了，把嘴给扎漏了啊？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桂英兄，见谅。他的意思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他知道这个于都使啊，是右相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您呢也在右相身边，你们两个人左膀右臂，应该亲近才对，所以他才这么说的。闭嘴，别说了。刺史说的对。桂英兄，我可没拿你当外人，哥哥心里有什么话，那我就直说了。直说，哥哥。这次哥哥找你来啊，是想让你帮个忙。你看这个于都使这次到了岭南呀，就跟我打了一个照面，连顿饭都没吃上。你说我这一个做地主的，都没尽地主之谊，些许有些遗憾呢。我的这个意思是说啊，看看桂云兄啊，能不能帮我撮合撮合，传一个局，把我这个局面呀打开点。我懂了，哥哥。但恕小弟无能为力。我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不认识。右相身兼多项要职，手里的银牌几十个，手底下使唤的人成百上千，我不能每一个人都认识吧？我不认识。哎，这话我怎么听过啊？怎么那么熟啊？上次右相派特使来送密信，桂英兄也是这么说的。桂英兄，你可别告诉我，你服侍右相这么多年，右相身边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。哥哥，这话我又不爱听了。什么叫密使？您懂吗？你说，无人知晓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道啊！我要是敲锣打鼓的来，高阶远迎的走，那能叫密使吗？我不认识，怎么了？这桂云兄，息怒息怒啊！不认识就不认识，不爱他。那桂云兄啊，你久居长安这么多年，官场上这些办事的流程，你是比谁都清楚。那你帮哥哥分析分析，这个于都使到了岭南以后，一不见面，二不让拜访，摆这么个姿态，啥意思啊？在长安，登门搞关系，讲究的是彬彬有礼。礼，自然是有，可人家没收。那便是太轻了。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家郎君一样知足常乐。多嘴，多的有道理。你想啊，这于常侍在长安什么好物件没见过呀？何刺史，你得多出点血了。没问题呀，可送什么呀？岭南什么东西好呢？南珠，送了，没收。对呀，没收。美色给谁？也不合适，确实不合适。美色不行，南珠也不合适。他是冲荔枝来的，将来这岭南的荔枝一定风靡大唐。哎，何刺史，您选几块好的荔枝园，把地契送给他，
他应该不会拒绝。多选几块。依你这意思，就是说送金条不行，得送金矿。有舍才有得呀，我的哥哥。来，就算老子豁出去了，把这个荔枝园的地契给他，他能收吗？他如果不收，哥哥你记住了，他叫狗。他如果不收，您就当我放了一个狗屁。告辞。今日召集大家来，是有个大喜事。何刺史发话，商会随喜贺礼200贯，供荔枝转运事宜。今日大家就把这个钱分摊了吧。同喜同喜呀，是吧？若不是最后关头让我们撤资，这喜事儿，大家便都可分一杯羹啊。如今苏老一人登天，我们却白白送钱出去贺喜，怕是大家心里都意难平吧？是啊，这贺礼我们不是不能交，只是苏老这个生意能不能让我们也参与一下？便是不能吃肉，也喝口汤啊。这荔枝转运的报效，其中的利益可是如滚滚长江水啊！萧行首，你跟阿弥他可不一样，得为我们自己人考虑啊！对呀，对呀，就是啊。你们说的，我心里早有盘算。实不相瞒，今日我便要在七凤阁宴请苏老。哦，听行首这意思，此事还有转圜余地。当初危难之时，是我收了他的船，他才有了最后一笔转运费。但如今，他这条船，不是谁想登便能登得上了。萧行首与人为善，该当此报。如今要是能帮大家一把登上这条船，吾等定会记住你的功劳。日后得了好处，我们拿小，您拿大嘛，啊？我作为行首，自是不吝伸手拉各位一把。但是能不能登上他这条船，就要看你们自己能使多大劲儿了。萧行首，苏老到了。快上！啊！诸位元老都在。原本只是想和萧行首小酌几杯，没想到场面如此的隆重。苏老，先入座。请，苏老。苏老，您独具慧眼，老成持重，您驾的大船经得起风浪。苏老先坐。苏老，我身为行首，责任大。今日呢，我想带着大家一同乘上您这艘大船。哪里的话，小老的船再大，没有了诸位的海风，怕也是难以靠岸啊。苏老谦虚，诸位放心，飞蛾不落外人田，同是异乡来客，彼此照应，理所应当啊。不过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路要一步一步的走。待小老和李大使契约落定，再与诸位细细筹措，如何？好，以后就仰仗苏老了。有劳足下给通报一声，
刺史府长书赵新民有事求见于都使。于都使今日抱恙卧床，不能起来见人。赵长书，还是改日再来吧。哦，都使有恙啊，某这就请岭南最好的郎中来给都使诊治。哦，不用了，已经服了宫中御医调配好的秘药，只要你们别来叨扰，歇息2天就好。哦，是这样，那某来的正是时候。都使有恙卧床，内心必定十分烦闷。某带来一支千挑万选的秀眼儿，正可帮都使活动活动耳根子，聊一解闷儿。此鸟小巧玲珑，却叫声脆朗。你听。呀，赵长书有心了。这宫里头啊，每天人来人往，没有一天清静过。正好啊，这2天于都使说这耳边缺点动静。哎，有劳有劳。哎，客气客气。赵长书。赵长书，这鸟便留下了，笼中的信还是拿走了。这是给都使的密信。赵长书，这信中的内容我会转达给于都使，还是要再提醒你一句，不要再来送了。你不要替都使做主，办错了事情。赵长书啊，若不是我提前看了这信，要真被于都使看到了，大家今日便都难做了。赵长书，请。讨让我。小鳖。哎呀，这都往这外放，这破甘蔗，别乱放啊！这又是谁在这乱吐甘蔗？啊！别让我剪了你舌头啊！看赵长书这脸色，今日这礼是没送出去啊。哎呦，阿米塔，这个有公事明儿啊去刺史府找某。赵长书，今日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哎，阿米塔，当日啊，搜捕你是因职责所在，请不要责怪。今日看到你安然无恙的重返岭南，某甚是欣慰啊！赵长书，自从你把阿土的事情告诉我，我便知道你是有良知的。何有光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你看得比我更清楚。可惜他并不识才，你在他手下着实委屈。不如与我联手，一起扳倒何有光。哎呀，某只是刺史府一个小小的长书，你太抬举我了吧？哎呀，不要，不要拿我取乐好不好？此事不用赵长书出面，你只需要把何有光这些年贪腐的证据给我。什么证据啊？刺史府大小事项，桩桩件件都要经赵长书之手。这其中的猫腻，怕是何有光都没有你熟悉。你既看出何有光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又岂会不给自己留条退路？我跟何有光是杀父之仇，他一日不倒，我绝不会收手。今日我能得了右相次的身份安然归来，我相信赵长书是可以想清楚的，站在我这边，不会输。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足够你离开岭南，避开是非，后半生衣食无忧。阿米塔，某从未想过要离开岭南。啊，哎，内子还在家等着某回去吃饭。啊，告辞。哎呀，哎呦，哎。
苏亮，拜见于都使。此次能与李大使携手，一同为圣人效力，小老不甚荣幸。苏老，快请此。有劳苏老了。苏老身为胡商，报效大唐，全报效之心，真的是难能可贵呀。看坐，看坐。有，李大使，多谢于多使。此前就荔枝仙转运之权限，李大使曾与小老有过约定。为确保这次荔枝转运能稳妥顺畅，也为了日后圣人和贵妃年年都能吃上新鲜的荔枝，小老一定呕心沥血，殚精竭虑，费尽心机，不遗余力。这是契约，还请于都使过目，落笔。苏老，这条商路是圣人为了贺贵妃诞辰宴特意施设的。若把这条商路许给别人，苏老，我打一个比方，这运到长安的，不知道是荔枝还是利刃呢？苏老见谅啊，某只是就事论事。李大使，我们的肩膀上可是担着圣人的信任，这一朝不慎，便会一路烽火。李大使，你愿意为了承诺担上自己的脑袋，但也不能拿圣人的名声去冒险吗？都使言之有理。既然事关圣人的安危，唐突的安全，那官牒呢，不给也罢。不过，转运所需马匹和骑手，皆由小老负责监管和调配，这应该不会对圣人的安全和国土的安危造成危害吧？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啊，由苏老来负责马匹的消耗，这于我们来讲也少了不少繁琐嘛，这是大有益处啊。马匹不从沿路的幕监负责，他日若是又想过问了，这衙署他不好交差呀。苏老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若是马匹多，某可以联络各路的幕监，收了苏老的马，你放心，一律按上马的价格。既然如此，小老再让一步，那沿途驿站的筹建和经营之权，还望都使应允交予苏亮。都使放心，营建驿站所需钱财，皆由商会负责筹措，不劳都使费心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胡商商会一直走商路，他们对沿途驿站的建设是很有心得。如果由他们来出资建设的话，那给他们几年使用权，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应该的呀。苏老之前真的是为我两肋插刀，苏老连船都卖了，这是很仗义啊。李大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苏老的功劳我记下了，
某一回长安就跟户部接洽，苏老之前相助的一切费用，回头报个账，某一并摊入到转运钱里，连本带利的还给苏老。哦，对了，某再去替苏老求一个义商的牌匾，有此牌匾，就算是师伯时，也要忌惮苏老几分哦。荔枝转运之初，人人将其视作死马，明白其中利害，唯恐避之不及，是小老倾其所有，帮助李大师完成了荔枝转运的实验。其中付出的辛劳，承担的风险，还望杜师体谅。小老不是乞丐，小老要的不是施舍。苏老，没有一桩生意是稳赚不赔的。难不成我们用生人的差事赚个盆满钵满吗？小老明白了，是小老自以为是，自作多情了。告辞。苏老啊，苏老，哎呀，苏老，苏老，苏老，大力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承诺，他就是你口中的恩人啊！我明白了，你不是一条好狗，你们都不是知恩图报的好狗。苏老，您的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。但是朝廷，这朝廷有朝廷的考量，你说我暂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嘛。我且问你，荔枝转运另有安排，此事你是否早就知情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啊。这荔枝转运的事儿我能做主，但是这个钱粮用度，这走的是另外一条线，这不在我的权限之内啊。那我的请教大师，你的权限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的权限在我的权限内啊。还款不是问题，利息也不是问题，不能让您白忙我一场。怎么岂止是白忙？小老现在是鸡飞蛋打，身败名裂了。那这事儿的根源不在我呀，他在这儿呢。来了一个阉人，你还嫌不够？你还要拿右相的银牌来吓唬小老不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。苏老，我再去跟于都使争取，他要是做不了主，我亲自去求右相，一定实现之前的承诺。你相信我，就是拼了命再拦一次右相，也把这事儿办成。念在你我的情分上，我不再责怪于你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什么叫卸磨杀驴。我就是那头驴，我就是那头被你们杀死的蠢驴！啊！